我总是摸不清蓝调的真实模样。他有两副面孔，对着外人时他冷得像块冰，对着我时又热情的有些过头。尤其在某些事上，他会红着脸贴在我的胸口，听我的心跳，接着从胸口一路吻到喉结，再到耳后。他喜欢听我不断加重的呼吸声，他更喜欢在这种时候贴着我的耳朵说些混话挑衅我。比如今晚，他咬着我的耳垂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徐青，你就是本少爷养的备用心脏，等哪天本少爷撑不住了，就把你咔嚓了。”我哼笑了声，突然用了点力，他的声音跟身体就都开始颤抖，但他非要继续说话。怕不怕？徐青，说话，这话确实足够挑衅我。我决定让他吃点教训，我掰过他的脸，迫使他与我对视。他结语颤动，泪滴从眼尾滑落，沾湿我的指尖。在他摇摇欲坠之时，我钳住他的双手，带他坠入滔天骇浪。风浪四溢，灭顶巨浪来临之际，我在他的耳边低声回应：“没问题，蓝少爷，我的心脏年轻又有劲儿，保证你用起来爽翻天。”和蓝调从初见到现在，满打满算只认识了3个月，准确来说不是认识，他是我的金主，而我按照他们圈子内的说法是他的金丝雀，不是常规体型的小雀，是特大号那种。3个多月前，我还过着一天打3份工的生活，直到一个远的10万8千里的远房表姨找到我，问我想不想赚大钱。彼时我正在洗车店后门休息，洗了一下午的车，大背心早就湿透了，黏糊糊的贴在我身上。表姨上来就掀了我的背心，掏出手机就是一顿拍，边拍还边夸小伙子身体真不错。我直接给他干愣了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急忙去抢他手机。表姨动作敏捷的把手机收了起来，一脸神秘的说：“傻孩子，你懂啥呀？干这一行，身体越好越赚钱。”我被他唬住，以为是什么神秘行业，直到他带我到夜场门口与人接头，我才知道他妈的骗我来当鸭。我立马就不乐意了。表姨急忙解释说这是卖艺不卖身的正经行当，说白了就是陪酒。我半信半疑跟进门，结果发现陪酒小哥身上2片布还不如我老头背心大。我炸了，那他妈不就是穿2片布的鸭子吗？我扭头就要走，表姨跟接头人赶紧拉住我：“误会误会，傻小子，你误会了。”2人轮番上阵挽留我。说了半天，我总算搞明白了，这次找我确实是陪酒，但是只陪一个指定对象，对方要是满意，钞票定少不了。最后我被超能力征服了。我当时安慰自己，只是当一晚上穿衣服的小鸭子，小菜一碟。可没想到，后来我常伴蓝调身边，成了经常不穿衣服的金丝雀。当嘎嘎的前置准备还挺复杂。我被拉到医院一顿检查，折腾半个月才终于见到陪酒对象。说实话，那晚的其他人与事我其实记不太清了，唯独忘不掉蓝调。他穿着一身黑，衬着他露在外面的皮肤白的晃眼。接头人一脸谄媚的喊他蓝少爷，拉着我过去介绍，但蓝少爷只是冷冰冰的扫了一眼，就挥手让接头人带我走。我以为他没看上我，没想到过了快1个月，他出现在我的出租屋门口。徐青是吧？我是蓝调。我皱眉看他，他却朝我笑。怎么不邀请我进屋？我想我当时可能是色迷心摇了。等我端着水到他身边时，才反应过来，我放了一个陌生人进屋。蓝调说他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。你有一个妹妹叫徐小红，在上高中，你们相依为命，全靠你打工赚钱养家。你妹妹身体不好，长期吃药治疗，你很缺钱，她每说一句，我的眉头便皱紧1分。而她挑眉看我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我仿佛被扒光，连底裤都不剩。
我问他，你调查我？他更常看了，我当然调查过你。我可不像你，遇到陌生人就随便信了。见我疑惑，他继续道，当初夜场带你来那俩人，你知道他们什么来头吗？傻瓜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看新闻没有？人体器官交易团伙被抓了，那两人就是其中成员。我彻底傻了，蓝调直接笑出了声。等他笑够了，才好心的告诉我整件事情的原委。蓝调有心脏病，未来可能需要换心。有人想巴结他家，通过不法途径找到了合适的供体，那个供体就是我。但蓝调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他配合警方，直接把不法团伙一锅端了。蓝调真是个好人，可是他来找我做什么？我问出了我的疑问，蓝调却突然凑近我，用手按在我的左胸口，说道：“当然是为了你的心脏。”我再次懵了啊！很久之后，蓝调告诉我，那天我傻的冒泡。我也觉得那天自己就是个大傻逼，但我当时死要面子，便反问蓝调：“我傻的冒泡，你还找我？”蓝调却扑上来亲了我一口，说：“我就喜欢傻的，不行。”那天蓝调按着我的左胸口吓唬我，得逞之后却暧昧的捏了一下，胸肌不错，我直接原地强制被控2秒，才呆滞的问他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看上你的意思。蓝调的手不老实，还想往下摸，被我一把捉住，他笑眯眯的也不恼，跟我1个月10万零花钱，如何？我可真他妈是个绝世大穷逼。我再次屈服于超能力，我当金丝雀是有点子天赋在身的。这是蓝调原话。他被我伺候的很舒服，方方面面都舒服。他舒服了，心情就好，心情好起来，身体状态也好。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我每次陪他去医院体检，各项指标都比以前好。说起来也好笑，别人第一次约会都得去点浪漫的地方，我和蓝调第一次约会是陪他去医院做体检。我原本以为是去公立医院排长队，结果蓝调带我去了私人医院，全程贵宾服务。蓝少爷让我见识了一次有钱人生活的样子。他的主治医师夸他最近状态不错，蓝调转头就奖励了我5万2，美其名曰是我的功劳。那时我还是新手金丝雀，脸皮薄，收到巨款会不好意思。我微红着脸说不要钱，把蓝调乐的抱着我直亲。他边亲边说：“徐青，你真可爱，我要爱上你了。”那晚蓝调又舒服了，他窝在我怀里泛着迷糊，呼吸轻柔又平缓。我以为他就要睡过去的时候，他却又睁开眼。他转了个身，跟我面对面躺着。他开口唤我，嗓音低沉又柔和：“徐青。”叫你一下。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轻轻画着我脸颊的轮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口：“徐青，你的名字我喜欢。”好听也好看。他的手已经滑到我的手边，他慢慢牵起我的手，和我十指相扣。蓝调喜欢我的名字，便好奇我名字的含义，但其实我的名字没有含义。我叫徐青，我妹妹叫徐小红。我们这么叫，是因为表示颜色的字里，我妈只认识这2个，很普通的来由，和我们的人一样普通。但是蓝调不这么认为，他很认真的和我说，一点也不普通，徐青，因为我很喜欢。蓝调的名字也很好听。我问他，这样好听的名字又有什么含义呢？蓝调时刻是日出之前的一小段时间，那时的天空很美，我就是在那时候出生的。徐青，我们去看看。蓝调兴致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于是大半夜，我开着破摩托，载着他上山等日出。日出前的20分钟，天空是迷离的蓝色。蓝调问我，好看吗？我说好看。他又问，那你喜欢蓝调吗？我没有说话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烟盒，摸起一根烟叼进嘴里，却没找到打火机。蓝调也拿了一根烟，他从他的衣服口袋里翻出我的打火机，点燃了那根烟。他含着烟轻轻吸了一口，
又缓慢的吐出来。灰色烟雾弥散中，他扶着我的下颌，用他的烟靠近我的烟，细小的火星就从那端染上了这端。他抬眼看我，那双眼睛湿漉漉的，像晨雾。他说：“蓝调喜欢你。”蓝调总抱怨我是个闷葫芦。徐青，你嘴巴旱死了！听你说一句你喜欢我这么困难。那是个周末的晚上，我和蓝调一起把徐小红接回家，他就赖着不走了，非要跟我挤在出租屋的小床上。他用脚勾我的小腿肚，我故意不理他。他见我没反应，就猛地翻身过来，跪坐在我身上。他捧起我的脸，凶巴巴的威胁我：“快回答我，不然做死你！”他凶起来真好看。我没憋住，笑出了声，举手朝他投降道：“好好好，少爷，我说我喜欢你。”他不屑的翻了个白眼，骂我敷衍。但他又搞突然袭击，凑过来飞速的亲了我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大傻瓜，我也喜欢你。”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，他像个亮出爪子的小猫，凶凶的回答：“对你一见钟情，懂不懂？”蓝调赖在我身上不愿下来，问我对他是不是也一见钟情。我说让他自己猜。蓝调不满意这个回答，他变成了一只气恼的猫，一口咬上我的喉结。轻微的疼痛混着麻痒，激得我不自觉颤抖后仰。我的反应让蓝调得意起来，他用手扣住我的后颈，威胁道：“再不老实交代，下一口就不是这儿了。”徐青，怕了没？我冲他挑眉，说我才不怕。他不怀好意的笑了下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害怕。他凑过来，鼻尖抵着我的鼻尖，用气音小声的说：“等着缴械投降吧。”徐青，蓝调太嚣张了，得有人制止他。于是我贴上去，咬住他那张巴巴个不停的嘴。那我们比一看谁先投降。可惜那晚雷声大雨点小，我俩隔壁房间里还坐着个老实写作业的乖孩子徐小红，所以最后关头蓝调主动推开我。他说：“别带坏妹妹了。”然后又掐我一下，说：“下次给我补上。”蓝调跟徐小红倒是挺合得来，两人凑一块时就像两个小学生。妹妹喜欢蓝调，并且总会大声说出来：“蓝调哥哥长得真好看。”我最喜欢蓝调哥哥了。蓝调也与我说小朋友都知道大声表达喜欢，我连小朋友都不如。我心想，那小屁孩的喜欢能和大人一样吗？又过了段时间，妹妹生日到了，蓝调送了她一条小裙子，把小丫头高兴坏了。我们带她美美吃了顿大餐，才把这小丫头送回学校上晚自习。回程路上，蓝调一时兴起，非要拉着我去初见那间酒吧坐坐。蓝调美其明日回忆往事能增进感情，结果往事没回忆上，蓝调故人倒是碰见了。当时我还奇怪，一脸沉醉享受的蓝调怎么瞬间变了脸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一群醉汉正朝我们走来。蓝调面色不悦的拉起我就走，但没走掉。我俩被拦住时，蓝调的脸立刻就黑了。他没好气道：“让开！”醉汉们并不动身。为首那人死死盯着蓝调说道：“蓝调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”蓝调却不正眼看他，不耐烦道：“夏雨光，听不懂人话。好狗不挡道，听见没有？给你爷爷让路，这叫夏雨光的玩意儿，确实听不懂人话。”他指着我，冲蓝调吼道：“就为这么个穷逼，你把我拉黑了？蓝调，我像条狗一样求你回头，你他妈有没有心？他把你睡爽了，你就不要我了？你可真贱啊！”蓝调，夏雨光说起劲儿了，试图上手拽蓝调，不过他没得逞，他被我一脚踹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吃屎。蓝调立马就笑出了声。醉汉们冲我扑过来时，我听见他笑着说了句：“老公真牛逼。”我当然牛逼。最后那群玩意儿全被我干翻了，趴在地上就像一堆散发恶臭的蛆。夏雨光颤巍巍的掏出手机，一边拨电话，一边指着我们道：“你们有种别走，等我叫人。”蓝调怎么回应的呢？他笑眯眯的伸出手，
对夏雨光比了个国际手势，再送给夏雨光俩字评价傻逼，然后就无比愉悦的拉着我回家了。所以那傻逼玩意儿是你前男友？是啊，以前瞎了眼找了这么个玩意。说这话时，蓝调刚洗好澡，香喷喷的往床上爬。我看着他笑嘻嘻的爬过来，把手伸进我的上衣。提他做什么？你吃醋了？我捉住他的这只手，他又把另一只手伸了进来。我说我只是问问，没有吃醋。沐浴液的香气萦绕在我鼻尖，蓝调那张过分精致的脸蛋离我越来越近。你就是吃醋了，徐青，别不承认，好吧，我真是个死庄哥，并且好死不死，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。蓝调见我脸红，手便更不老实了。后来洒在床上的月光就晃成了一潭银白色的池水。蓝调舒服之后，靠在床头看我，他目光迷离，像只腐足慵懒的猫。我有点想来一根烟，蓝调便从床头烟盒里摸了根递给我，他给我点上，看我对着窗户吞吐烟雾。他突然问我，徐青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会不会殉情？我说不会。我说我会马不停蹄的换下一个金主。我回过头看他，蓝调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淡然平静。于是我又说，但是找金主很不容易，希望你晚一点死。蓝调笑骂道，徐青，你可真是个财迷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他笑得狠了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我也跟着笑了两声，说我现在就是职业金丝雀。蓝调被这个回答乐得不行，他问我是什么品种的金丝雀，这么大个。我把烟熄了，走过去把他脸上的泪珠擦掉。我说，特殊品种，专门伺候你的。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。蓝调握住我的手，他把脸埋进我的手心，然后在上面留下一个吻。他说，喜欢啊，徐青，我真喜欢你。蓝调真是个奇人，明明身体不咋样，战斗一晚上，第二天竟然精神抖擞的起了个大早。他说有工作，要出差10天半月，归期不定，然后甩给我50万，让我乖乖守好裤裆。我哭笑不得。蓝调走后，妹妹倒是特别想他。小丫头平时住校，只有周末回家，一回到家就叽叽喳喳的围着我问个不停，问的全是蓝调。他问我为什么蓝调没有一起来，又问我是不是惹蓝调生气了，最后又紧张兮兮的问我是不是跟蓝调分手了。我被他绕得头晕，说他问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。哥哥，你不是在跟蓝调哥哥谈恋爱吗？徐小红同学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。你跟蓝调哥哥每次都牵着手，你看着他就笑，一看就笑，傻得要命。上次你们在隔壁，我听得目瞪口呆，面红耳赤，急忙打断他，祖宗，停，妹妹撇撇嘴，送给我一句总结，这不就是谈恋爱吗？我在他面前我了半天也没说出啥来。我和蓝调的关系，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最后我说了那句大人经典台词，强行找拨。你还小，大人的事情你不懂。妹妹切了一声，麻花辫一甩，转身进房间关上了门。蓝调离开期间发生了一些事，其中之一是夏雨光找上了我，他一个人把我堵在巷子里，说要把我揍一顿，找回上次的面子。原来你就是一只金丝雀，真是笑死我了。金丝雀是什么？你懂吗？不过就是蓝调养在身边逗闷子的小宠物。蓝调就是玩玩而已，你以为他对你能有几分真？他会跟你说真话吗？你配听真话吗？夏雨光输就输在他话多。当他再一次趴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直接哭了。我抬脚准备离开，他痛哭流涕，猛地拉住了我的裤脚。我以为他还想再干架，结果他抽噎着说，别走，你他妈的别走。你听我说说话。我不想理他，用力抽出裤脚，准备继续走。夏雨光哇的一声哭得更起劲儿了。他说，你他妈就不想听我这个手下败将说心里话吗？
我真服了，这人真是个喜剧人。半小时后，我和夏雨光并排站在河边抽烟。他和我讲了他跟蓝调的过去，他们是同一个圈子的二代，他主动跟蓝调表的白，但他们没能处多久就分开了，没有出轨，没有小三，就只是分开了。夏雨光说，蓝调就像是一阵风，或是一只向往天空的鸟。他说他留不住蓝调，没人能够留住他。他说话总是真真假假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哪句才是真话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爱过我，应该没有爱过，他只爱他自己。夏雨光表情落寞，他摘下眼镜，抹了把眼泪，继续道：和他在一起，我根本没有安全感。等哪天他玩腻了，他自然就离开了。他又转向我，你可以不信我，但迟早有一天你就明白了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，冷声道：你可以滚了。夏雨光走后，我靠在河边围栏上看日落，有飞鸟经过我的身边，追逐落日而去，远去的身影逐渐成为一个黑点，直至消失不见。手机倏然震动，是蓝调发来的消息：工作终于做完了，我要回来了。有没有超级想我？我忽然开始心烦意乱。蓝调，你和我说过的话有真话吗？蓝调没有让我去接他，他让我直接去他的公寓等他。他依然很热情，和我拥抱，和我亲吻。他贴在我胸口听我的心跳，然后靠在我的耳边说想我。他说这段时间工作忙的他快要憋死了，他想死我了。我默默的亲吻着回应他，脑袋里却冒出夏雨光的话。他说话总是真真假假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哪句才是真话。你可以不信我，但迟早有一天你就明白了。我开始走神，蓝调同往常一样开始说混话，开始挑衅我。蓝调满嘴跑火车的时候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说，没轻没重。这是他的癖好，我以前只当是情趣，可这次有些不对劲。我不对劲，许清，你要是不行，我就把你妹妹的心。蓝调还在笑嘻嘻的说话，我却突然把他推开，有些烦躁的说：蓝调，不要开这种玩笑，你要心脏我给你，别打我妹妹的主意。我生气的样子吓到了他，蓝调呆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。他一直跟我道歉，他说他把徐小红当自己妹妹看，他说他就是口无遮拦惯了，保证以后一定改。他骂自己真是张臭嘴，他甚至扇自己巴掌，只是被我拦下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我语气非常不好的问他：蓝调，你说过真话吗？天天骗人，有意思吗？我们吵了起来，蓝调最后吵急眼了，问我怎么就不懂他。他骂我和夏雨光一样，都是绝世大傻逼。这话骂的真难听，听得我心窝疼。我闭上了嘴，没再看他。蓝调很快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马上想来拉我的手，但我后退了一步，我们之间便隔开了一段距离。然后我说了一句话，其实后来无数次回想起这一晚，这一刻我都在后悔。但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步错，步步都错。我说：蓝调，你知道你母亲来找过我吗？他说300万买我这颗心脏。蓝调离开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他的母亲来找我。那天是个周五，清晨天未亮时我就醒了。手机推送里弹出蓝调出差地的天气预报，提示当日下雨降温。我随手截了图给蓝调发过去，提醒他多穿衣服，出门带伞。随后便又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是被屋外的落雨声吵醒，我这里也下了雨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眼，蓝调的消息回复于我那条提示的3小时之后。他回复我：宝贝你真贴心，爱你爱你爱你。今天工作计划特别多，又是要忙成傻逼的一天，想你。晚上要接徐小红回家过周末。小丫头前一日就发了消息给我，说想吃哥哥做的红烧肉。我便出了趟门去买菜。等我走在回家路上时，雨已经越下越大。我心想，
还好我给蓝调发了消息，不然按他的性格，肯定不会看天气预报就出门。快到家楼下时，雨雾蒙蒙中，我看见一辆车停在那，低调奢华的黑色轿车，跟老旧楼房周遭破败不堪的一切格格不入。待我走近，车窗缓缓落下，有人叫住了我：“徐青，我是蓝调的母亲，我们可以谈谈吗？”蓝调跟他母亲长得像，但是兴趣爱好真是天差地别。这是我坐在蓝母对面时的第一个想法。蓝调从不爱来这种安静少人的咖啡厅，他更喜欢地摊小吃、大排档以及狂欢夜场。他说他喜欢热闹、人味十足的地方。蓝母起先只是跟我随意的聊天，他说他知道蓝调跟我的事情，他并不反对。他又跟我讲了些蓝调小时候的故事。蓝调小时候调皮好动，热爱运动，游泳跟网球是他最擅长的项目。直到小兰的心脏，对不起，我情绪有些激动了。贵夫人说着就哽咽了，我给她递了纸巾，她接过去轻轻擦拭眼角。小兰可能没有和你说过我们家的事情吧？她调整了情绪，继续说下去。我丈夫是在小兰上中学时过世的，心源性猝死。他们家族有心脏病史，我原以为小兰像我，可她遗传了她爸。她连血型都跟她爸一样，我想把我的心脏换给她都给不了。她终究还是没控制住情绪，无声落下泪来。我没有说话，安静的等待她平复。贵夫人收拾好情绪后，终于和我谈起真正的话题。她说她很冒昧的调查过我，知道我妹妹有病，我家很缺钱。这一点倒是跟蓝调一模一样，爱调查人，不愧是母子。他又说家里专程请了国外专家给他检查，他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。这次专家过来，已经定好手术方案，只等合适的心脏。我知道这样说很冒犯，但我出声打断了他。我问蓝夫人，您知道不久前的新闻吗？蓝调配合警方抓获器官交易犯罪团伙的那件，我们之间的对话戛然而止。巨大落地窗外，暴雨持续不停的落下，落地窗爬上一层薄雾，窗外的世界逐渐模糊起来。沉默对视中，贵夫人再次率先开口：“我知道，可是徐青，我是一个母亲，我没有办法看着我的孩子走向死亡，所以我恳求你考虑一下，钱和其他条件都好商量。求求你，徐青，救救蓝调。”蓝母不多时便离开了，他还要回去陪蓝调继续做检查。我继续坐了会儿，杯中的咖啡已经凉透，手机蓦地震动，我打开看，是蓝调的消息。宝贝儿，忙死我了，这个点才吃上饭，你吃了吗？有没有想我？蓝调，为什么要装作出差的样子？为什么要说谎？我闭上眼。窗外暴雨的声音很大，隔着厚重的玻璃也能听见花叶声。夏末秋初的这场暴雨也下在了我心里。蓝调并不知道他的母亲曾来找我。300万买新的话一出，蓝调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他嘴唇颤抖着问我：“徐青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有些疲惫的靠着墙，缓慢的说：“蓝调，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每句话。你说不图我的心脏，你说你喜欢我，我全都信了。我从没觉得你会骗我。你这次说出差，我也信了。可你没有出差，有股钝痛感从我的心口涌出，像有人在用生锈的刀凌迟这颗心脏，凌迟我。你只差我这颗心脏了，对吗？蓝调，我以为蓝调不会对我说谎。但世界不全是由真话构成，恶意的、善意的、无意的谎言总会存在。一句谎言也并不代表全是谎言。可这个道理我那时还不明白。那时我靠着墙壁，脑海里交替着出现蓝母的恳求、蓝调的谎言，还有夏雨光的话，而蓝条就站在我面前，他的眼泪大颗的滚落下来，不停辩解着：“不是的，徐青，我不是故意骗你，我只是怕你多想。我以前从没骗过你。”这一切将我的脑子搅成了一锅沸腾翻滚、混乱不堪的热粥。我痛苦的打断他：“蓝调，
我分不清了，我分不清你说的话哪句是真的，哪句不是了。此刻，我终于清楚知晓，长久以来盘绕在我心头的不安是什么。我竟如此害怕这段感情只是一场骗局，而我却早已沉溺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我们同时沉默下来，片刻后又同时开口，却问出两个不同的问题。蓝调问我，徐青，我说我从来没屠过你这颗心脏，你信吗？而我问他，蓝调，你说你爱我，是真话吗？问题便是答案。谁都没有再说话。蓝调终于哭累了，他抬眼看向我，轻声说道，徐青，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，我这只金丝雀就此失业，本要重新开启打工仔生活，可祸不单行，徐小红的病加重了，她这毛病娘胎里带来，没钱治不好，一直靠吃药维持。这次感冒引发的并发症，直接把小丫头折腾住院了。好在之前的金丝雀生涯存下一笔钱，我才能有空闲留在病房陪护她。小丫头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，脑袋里却还惦记着蓝调。她总是问我，蓝调什么时候来看她，问我跟蓝调有没有好好相处，问蓝调身体还好吗。她拿着蓝调送她的杯子喝药时，和我轻声嘟哝，哥哥，你想不想蓝调哥哥呀？我好想他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哄他喝了药就睡下。徐小红睡着之后，我轻手轻脚的出了病房，站在门西田开手机，全是广告推送。我点开聊天框，看着蓝调的头像发呆。他的头像从之前的卡通小人换成了一片黑。蓝调只要不高兴，就会把头像换成一片黑。但他很好哄，给他点好吃的，再抱着亲一会儿就又开心了。唉，我可真没出息，我怎么老想他？我确实没出息，我连自己的脑子都管不住，总是莫名其妙想起蓝调。清晨想起他，想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失眠。饭点想起他，想知道他有没有按时吃饭。半夜又想起他，想知道他这一天过得开不开心。可他应该不开心，因为他的头像始终是一片黑。我开始后悔，不断反省自己那晚跟他说的话是不是过头了。妹妹看出我的不对劲，她左手扎着吊瓶，就用右手扒拉我新剃的板寸。她问我，哥哥，你是不是犯相思了？可我是个死庄哥，我说小孩子不懂，不要乱说。妹妹对我翻了个白眼，开始玩手机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喊我，哥哥，蓝调哥哥的聊天名片怎么换了？一个伤心的人，他为什么叫这个？哥哥，是不是你欺负他了？我捂着耳朵，狼狈的逃出病房。一个伤心的人，蓝调真有意思。我有些气恼，于是把自己的聊天名片也改了。我改成了依依另一个伤心的人。折腾了快1个月，徐小红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，医生便让回家调养。回家那天，徐小红走在我前面，她脑袋后的2条麻花辫随着步伐一晃一晃的摇摆。我心不在焉的看着她的辫子，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应该抽空去找蓝调。快到家的时候，2条辫子突然飞了起来，随之响起小丫头惊喜的尖叫声，啊，蓝调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她撒丫子就往前飞冲出去，直直扑进前方那人怀里。那人接住徐小红，红红的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原本以为我是个有脾气的男人，好歹我们才分手不久，至少装也该装个高冷的样子。但是蓝调太有实力了，他只是简单的说了2句话，我就失去了我的脾气。他说，徐青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。他还冲我笑。霎时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了，只剩一个念头，骗我就骗我吧，就算是骗我，我这辈子也心甘情愿了。蓝调在妹妹面前还能装出一副谈笑风生的模样，可等到晚上进了我房间，他就不装了。他把我扑倒在床，狠狠抱住我，然后又哭了。徐小红就在隔壁房间睡觉，蓝调不敢哭出声，便把头埋进我衣服里，拼了命的掉眼泪。
我真怀疑他是水做的男人，我的衣服全给他哭湿了。徐青，我跟我妈决裂了，我现在穷困潦倒，饭都吃不起，你不能赶我走。他捧着我的脸，凶狠的亲吻我，边亲边说：你不要再听别人胡说了，我不要你的心脏也能活得好好的。他缓了口气，又把头埋进我的颈窝里，滚烫的泪水就从他的眼角滑进了我的心里。徐青，我再也不骗你了，别不要我。后来的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从一只家养金丝雀变成了勤劳工作的老黄牛。我负责打工赚钱，蓝调和徐小红只要负责开开心心生活就好。不过蓝调不愧是见多识广的少爷，他心疼我打工辛苦，赚的还少，于是他脑瓜子咕噜一转，有了想法。有天晚上，蓝调爬上床，趁我不备，他猛地一把掀开我的上衣，然后在我的腹肌上狠狠捏了一把。他神秘兮兮的问我：宝贝儿，想不想赚大钱？这话听上去怎么有点耳熟？他说这个行业身体越好越赚钱，尤其是我这种8块腹肌的猛男。见我眼神不对，他又补充说绝对是个正经行当。他的手在我的腹肌上划来划去，问我：宝贝儿，猜到做什么没有？我一脸正气的回答他道：宝贝儿，我不当鸭，确实不是当鸭，是我思想不正经了。蓝条笑得前仰后合，然后告诉我是搞自媒体。蓝调兴致一到，立马说干就干。我也乐意陪他折腾，于是我白天打工，晚上就回来陪他捣鼓自媒体。蓝调做的是偏日常系列的博主，偶尔晒晒腹肌照。腹肌是我的，照是他照的。蓝调每天都在热情高涨的拍摄、剪辑，有时候还能忙到半夜。最后还真给他捣鼓出一些名堂，虽然还没有收益，但他也逐渐成了个小小有点名气的博主。粉丝破万那天，蓝调特意做了个蛋糕庆祝。蛋糕画的丑丑的，但是味道相当可以。他抱着我说：徐青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这一年的冬天过得令人心惊胆战。徐小红的病再次反复，断断续续的住了好几次院。他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拽着我的手一直喊妈妈。他的病跟我妈一样，而我妈在10年前的冬天因为这个病去世了。徐小红病的难受，抓着我的手簌簌掉眼泪。他问我：哥哥，我会死掉吗？我双手握住他冰凉的小手，安慰他：有哥在，哥不会让你死的。医生告诉我，国内暂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，如果有条件可以试试出国，国外有个新疗法，或许有一线生机。直到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，徐小红的病情才终于控制住。我和蓝调接她回家，她被我们裹得严严实实，远看胖嘟嘟的，像个年画娃娃。她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蓝调，笑得特别开心。其实蓝调也不太好，他的自媒体更新频率越来越低，因为他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。速效救心丸，他偷偷吃了好几次。我开始劝他回家，但这人突然就变成一头倔驴了。好赖话说尽，他硬是装聋作哑。他还反问我：回家？回什么家啊？徐青，这不就是我家吗？当初你都答应了，不能赶我走。徐青，你再气我，我就要被你气发病了。蓝条再倔，也倔不过他的病。初春的时候，他拉着我拍摄外景，前脚还在指挥我的动作，后脚突然就倒了。我把他送到蓝家旗下的医院，医院通知了他母亲。没想到最先到的竟然是夏雨光。他来得很急，甚至想冲进抢救室，结果被护士拦在外面。护士问他是病人什么人，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最后憋出俩字：朋友。最后我俩都只能待在医院走廊。他烦躁的想跟我干架，但是碍于之前2次躺地上的经历，最后只能收敛着蹲在地上小声骂我。我根本没心情跟他护院。我望着抢救室，在心里把各路神仙都求了个遍。
夏雨光的逼话真是太多了，我不理他，他也能一个人在旁边掏逼刀很久。他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上手揪住我的领子，道：“徐青，你真以为你这样是爱他吗？他需要好的医生，好的治疗，你能给他吗？你拿什么给他？你这样迟早会害死他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放他回兰家？算我求你，你放他一条生路吧。”夏雨光确实没说错，蓝调跟着我，迟早是死路一条。可我想他活。蓝调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我把他还给了兰家，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都被我拉黑，我甚至快速搬了家。听夏雨光说，蓝调被他妈管束了起来，气得在医院天天发火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倒是放心了，好歹有力气闹腾。妹妹问我跟蓝调怎么回事，我便告诉她分手了，并且做不成朋友。我的语气特别强硬，妹妹没继续说什么，只是哦了一声，就低着头回了屋子。小屁孩，真是啥也不懂。我重新回到洗车店打工，夏雨光得知之后，天天跑来照顾我生意。按他的说法，现在我们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我真服了，他就是个喜剧人，并且他逼话多的毛病越发严重起来。夏雨光大概觉得我们都是失去蓝调的苦命男人，更有共同话题，于是他就算没有业务，也要跑来找我唠嗑。徐青，抽一根不？这烟绝了。他趁着我休息，立刻递给我一根烟。我摆摆手说已经戒烟，不抽了。啊？上次你揍我不还抽吗？什么时候戒了？蓝调心脏不好就戒了。操！徐青你可真男人，一提到蓝调，我们两个苦命男人不约而同开始郁闷，最后没唠两句，各自抑郁去了。一晃就到了夏天，夏雨光因为家里生意忙，已经逐渐不再有空来找我唠嗑，偶尔聊两句，总是会提到蓝调。我也只有这一个途径，了解一下蓝调的近况。其实中间蓝调曾来找过我，他又悄咪咪调查我，然后找到了我的新住处。徐青，好久不见。他瘦了很多，站在门口可怜巴巴的看着我，像个没人要的流浪猫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让他进了屋子。工作日的晚上，徐小红住校，屋子里只有我和蓝调对坐着。他好几次欲言又止，我便知道他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他最后只是小心翼翼的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。短短半小时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相顾无言。最后蓝调起身准备离开，我送他到门口，正准备开门，他却猛然起身搂住我亲了上来。我没有推开，也没有回应，我假装像个木头一样杵在原地。蓝调松开我的时候，眼眶已经湿了。他问我，徐青，我给你钱，你来开价，我们回到以前一样好吗？我努力克制给他擦眼泪的冲动，低声回答，不了。蓝调，没有必要。我早就不干金丝雀这一行了。他咬着嘴唇看了我好久，最后他擦掉眼泪，转过身打开了门。我知道了，再见徐青，以后多多保重。这个夏天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去公墓看了我妈一趟，打扫了墓碑，还预缴了管理费，最后我上了炷香，求他保佑徐小红未来平安顺遂。我给妹妹报了托福班，让她老老实实学习英语，至少学到能跟人对话说明白。我还找机会把夏雨光招呼到家里，让他见了徐小红。夏雨光也是没素质，当着未成年人的面就喝酒，喝高了就跟妹妹说屁话。小红妹妹，你知道我跟你哥咋认识的不？我俩以前是情敌，你知道吧？还打了2架，但是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哈哈哈，我们现在就是情比金坚的难兄难弟，对吧，徐青？你妹妹就是我妹妹，她还想拿酒瓶子跟我妹妹碰杯，被我拦下来后饲养，一插的倒在沙发上，仍然继续指点江山。所以哥，小红妹妹啊，以后你就喊我一声哥，哥罩着你啊。妹妹没见过这么疯癫的男人，弱弱的躲在我身后问，哥，你们这个圈子的男人都这么狂野吗？
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妹妹的暑假开始了。我借口她上托福班方便，想把她放到夏雨光家去住。妹妹却突然闹了脾气，怎么都不愿意去。她问我，哥哥，你最近太奇怪了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跟交代后事一样？我乐了，敲敲他的小脑袋，说，小傻瓜，整天胡思乱想些啥？小屁孩就是小屁孩。妹妹最后还是被我开顺了毛，乖乖背着书包，拖着行李去了夏雨光家。妹妹直觉没有错，因为蓝调快要撑不住了。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第二次拉去抢救了。那晚我坐在天台抽了一夜的烟，日出前的半小时，天空是迷离的蓝色。我忽然就想起那夜的蓝调，想起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眸，还有那句散在风里的话，蓝调喜欢你。而后我便拨了蓝调母亲的电话，对面几乎是秒接。我说，蓝夫人，当初说的300万还算数吗？我和蓝调母亲的交易内容其实很简单，我的心脏换妹妹出国治疗，全部费用蓝家承担，一颗心脏就2个人，这买卖真是值了。蓝家很快安排了检查，我和蓝调的配型报告显示，我们匹配度很高，就好像我们是血乳交融的亲人，而我们曾是爱人。未来我的心脏将在他的胸膛跳动，而他将延续我的生命，我们再也不分彼此。我乐意至极。约定日的前一晚是个晴朗的夜晚，我又爬上了天台，在那坐了一晚上。人在赴死前会思考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，我只想再看一眼日出前的时刻，蓝调时刻。而等到世界来到那一小段时间里，我心里只剩下他的名字，蓝调，蓝调。清晨的微风拂过，就仿佛许多个夜晚，蓝调的手指轻轻碾过我的脸颊。我从天台边缘站起身，旭日东升，浅金色的朝阳溢出天际，蓝色天幕离我越来越远。希望他以后能一直开心，不要总是想起我。蓝调，再见。多年后的一天，我问蓝调，如果那天我真的跳下去了，他真的也会跟着跳吗？他怎么回答我的呢？他笑眯眯的给我比了个国际手势，然后送给我5个字评价：超级大傻逼，比当初送给夏雨光的评价还多3个字。算我赢了。而在那一天，那个瞬间，错误的世界得到了善意的拯救，重新回到正确轨迹。在我迈出那一步的瞬间，一道响亮的大嗓门打破一切围。小伙子一个穿着老头背心的大爷站在楼下，拿着高音喇叭朝我喊道：你要跳楼啊！中气十足的话语透过高音喇叭放大，剧烈回荡在楼宇间。寂静的世界瞬间被引爆。再后来，楼下挤满了人，不少是晨练的大爷大妈，还有消防队员。而夏雨光竟然又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，还带来了徐小红。妹妹在楼下声嘶力竭的哭喊，求我不要跳。消防队员就在天台护栏前不断劝说年轻人不要想不开。大爷举着高音喇叭一直冲我喊，珍爱生命，不要冲动。全世界就像一壶沸腾的开水，纷乱嘈杂一片。而在这片兵荒马乱中，夏雨光冲上了天台。他举着手机，里面连着视频电话。视频对面的人是蓝调。蓝调的咆哮声透过听筒外放出来，他愤怒的骂我：徐青，你个大傻逼，你丫的敢跳下去，我就立马跳下去。看清楚没？我也在天台，我他妈做鬼也不放过你。举着电话的夏雨光也急了，冲我着急的比划，大喊着求我别冲动。蓝调还没有骂完，他甚至顺口骂了夏雨光，让他把手机摆正。蓝调一直不停的骂我，骂到最后声音都变了调。他哭着说：徐青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跳，回来陪我最后一程吧。我下了楼。虚心接受着来自消防队和各位热心群众的批评教育。远处的大爷成为人群的另一个焦点，他举着喇叭，中气十足的向好奇者回顾事件始末，顺带喊2句口号：当好人，做好事，我就是乐于助人，乐于助人吗？
人生就这一回，要珍爱生命，珍爱生命啊！得，这把大爷当属全场 MVP。尘埃落定后，夏雨光开车载着我和徐小红往蓝调所在的医院驶去。他特意让我坐在副驾驶，因为他在路上要跟我叨叨。徐青，我真服了你了，我以为你都想通了，走出来了，我都准备再次追求蓝调了。结果你他妈的，你给兄弟憋了坨大的呀！他说的激动了，还冲前车敲了下喇叭。我真醉了，徐青，你想想你妹妹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跳了，蓝调肯定跟着跳。蓝调要没了，哥们也不想活了。到时候你没了，蓝调没了，我也没了，你妹妹就成锅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夏雨光骂骂咧咧说了一路，口水都飙到我脸上了。但我头一次觉得他人还怪好的。照顾病人这件事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10年前我妈在病床上的最后时光，就是我鞍前马后伺候的。相比我妈，蓝调还算稍微精神点。大概因为还年轻，就算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有精力跟我开玩笑逗乐。他顶着一张灰白的脸，病灰灰的冲我笑。他说早知道躺病床上能让我对他这么好，他就该早点发病，然后在我最爱他的时候死掉，这样他就会是我最难忘的故人。说完这些话，他又眨眨眼，示意我发表意见。我便握着他的手放到唇边反复亲吻。我说，蓝调你要乖一点，不许再说这些丧气话。蓝条就乖乖听了话，从夏天到冬天都没再说乱七八糟的话。又是一年冬天，每到冬天我都会无端恐慌，因为冬季于我似乎总不是美好的季节。蓝调看出我的情绪变化，他挑着眉和我说，徐青，你在怕什么？怕我死了？那我们来打个赌吧，就赌我一定能活过这个冬天。他说，如果他赢了，那我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。如果他输了，那他就把他的钱都留给我。徐青，我聪明吧？我的钱都留给你，你就会永远都忘不掉我了。我说我1分钱都不要。我说不要钱，我也记他一辈子。我说着就哽咽了，有温热的液体不受控制的涌出眼眶。蓝调却笑了起来，他的眼睛弯成一对月牙，笑得像只狡黠的小猫。他笑着说，徐青，你果然原残我了，这把我一定赢，你就等着后半辈子赔给我吧。蓝调说到做到，他赌赢了。而在冰雪消融，春暖花开之际，我和他共同迎来了此生最好的消息，一颗合适的心脏，来自一位伟大善良的器官捐赠者。一个凋零的生命在临别之际给世界留下最后一份礼物，为那些苦苦挣扎的生命带去新生的希望。爱与生命便由此在这世间延续。在一起的第5年，我们出国领了证。蓝调兴冲冲的拉着我说要环游世界。第一站，我们计划去探望正在异国他乡治病的妹妹，还能顺道关怀一下也在当地做生意的孤寡前夫哥夏雨光。但这遭到了前夫哥的强烈反对。前夫哥在语音电话中对我叨叨个不停，小红妹妹好得很，有我罩着，你们放心吧。不要来看我，哥们不想见到你们，哥们会破防，谢谢。但是哥们格局大，哥们给你们寄了礼物最大号，1整箱，哥们按自己尺寸来的。徐青，你不会嫌大的吧？哥们是通天大棒，你懂吧？但是你们省着点用，蓝调身体不好，要克制，听到没？这么多年了，他的逼话怎么越来越多了？耳朵起茧之前，我果断挂了他的电话。循着笑声抬头望去，蓝调正抱着手机靠坐在阳台的躺椅上，他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手机傻笑。我切了水果端过去，问他看的什么这么开心。蓝调冲我摇摇手机，笑着说他在看粉丝评论。蓝调不久前又捡起了他荒废多年的自媒体事业，再次起步，居然也做得风生水起。哎，徐青，有新粉丝问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你说说看，我是你的谁？他一把抓住我的左手，指腹魔掌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。
我便用右手喂他吃水果，边回答他当然是爱人，但他并不满意，他朝我挤眉弄眼。你说什么？太小声了，我听不到。蓝调真可爱，我好爱他。我凑过去亲了他一口，然后凝视着这个可爱的人，给出我的完整回答。我说依依蓝调是徐青的此生挚爱，